And what are you trying to do to your brother? Kill him. Why do you want your brother to die? Because I was hurt so bad, and I don't want to be around people. 视频中的小女孩名叫贝斯，当时的她只有6岁。她和她的弟弟被一对无法生育的牧师夫妇收养。6岁的贝斯出现了严重的暴力行为，她不仅虐待弟弟，甚至偷拿厨房里的刀具，试图杀害养父母。贝斯经常用钢笔或别针扎他的弟弟，把他从楼梯上推下去。他把弟弟带到地下室，按着他的头往地板上撞，直到听见妈妈的脚步声，他才肯停手。不仅如此，他还出现了性虐倾向，他会用手拽弟弟的生殖器，并多次被抓到在公共场合自慰。起初养父母并不清楚女儿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对女儿的行为束手无策，只能向收养机构索要他们之前的信息，但由于保密法，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无奈的养父母决定寻求专业帮助，他们带着贝斯找到了临床心理学家肯博士。经过心理咨询，养父母才终于得知了答案。时间来到1984年，蒂姆是一家公会教堂的牧师，他和妻子朱莉结婚已经12年了。由于无法生育，夫妇俩决定收养孩子。1984年2月，他们接到社区服务部打来的电话，他们告诉夫妇有2个孩子可以领养，分别是19个月大的贝斯和他7个月大的弟弟乔纳森。工作人员告诉他们2个孩子正常健康，他们随时都可以来接孩子。接到电话的夫妇俩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因为他们听说有些夫妇领养孩子需要等上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而他们马上就能拥有2个孩子。沉浸在喜悦中的2人并未多想，然而这一切也将成为他们噩梦的开始。贝斯和乔纳森出生在一个糟糕的环境中，他们的父亲是个酒鬼，而他们的母亲也对姐弟俩疏于照顾，并且她在生下乔纳森1个月后就去世了。他们还有一个姐姐，但自从她做了脱衣舞娘的工作后，几乎从不回家。他们的父亲从贝斯出生后就一直对她进行性虐待、言语和身体的攻击。当贝斯19个月大时，儿童服务机构发现了姐弟俩，并将他们从父亲手中拯救了出来。大多数时间，姐弟俩都吃不饱，有时一整天都在挨饿，有时一整天贝斯只有1包麦片。他们被发现时，乔纳森正躺在一个破旧的摇篮里，上面布满了尿渍，还有一个脏尿布。他的脚边放着几个奶瓶，里面装着变质的牛奶。他因长时间的平躺，导致后脑勺完全扁平。7个月大的乔纳森无法抬起头，也无法翻身，而贝斯可能曾经也有同样的遭遇。他们的父亲因虐待儿童被拘留，姐弟俩被完全托管在社会服务部。几个月后，他们被坦南特夫妇收养。虽然离开了恶魔般的生父，但贝斯已经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就在他们被收养后不久，贝斯就表现出严重的暴力行为，他会利用一切机会来伤害他的弟弟。有一次，他强行推搡弟弟，按着他的头猛烈地撞向墙，即使弟弟让他停下，他也不为所动。直到养父母出现，才制止住他的暴力行为。他还会用针往弟弟的身上扎，有时还会用手捏弟弟的生殖器，用脚踢打弟弟的隐私部位。每当养父母发现贝斯的暴力行为时，他总是笑着道歉，可是过不了多久，同样的事情就会再次发生。可怜的乔纳森在被解救之前遭到生父的虐待，被解救之后又遭到姐姐的虐待。有时贝斯抓不到弟弟，他就会伤害身边的动物。他会把刚出生的小鸟从窝里拿出来，掰断它们的脖子，然后扔在地上。养父母还发现贝斯几乎每天都会自慰，有时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自慰，而且他多次弄伤自己，导致自己流血。 I remember one time, typically, when we were at the hospital waiting for Tim to come out, he was there visiting, and Beth and John were in the back seat, and I turned around and she had her legs spread and was masturbating in a public parking lot. And I had tried to explain to her numerous times before that that's private area, you don't do it in public places, and gone over that with her, and it never seemed to faze her. 养母曾多次向他解释不应该在公共场所做这些事情，但贝斯似乎并不在意，这样的事情每天仍然在发生。有一段时间，弟弟乔纳森总是在早上喊肚子疼，开始养父母以为这个孩子可能肠胃有问题，或者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养父母带着乔纳森去医院做了所有的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
后来他们发现贝斯会在晚上偷偷走进乔纳森的房间，然后用手打他的肚子。无奈的养父母为了保护乔纳森，不得不在晚上给贝斯戴上束缚带。尽管养父母用心呵护着姐弟俩，但贝斯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他的暴力行为变得越来越残忍可怕。养母注意到厨房里缺了几把菜刀，一开始她并未想到贝斯，直到有一天贝斯在画画时提到了一把刀，在养母的追问下，贝斯才说出自己拿了那些刀，并将它藏在了房子的周围。养父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不明白贝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暴力行为，他们不得不向收养机构索要姐弟俩之前的信息，但由于保密法，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无奈的养父母决定寻求专业帮助，在对贝斯进行了心理评估后，确定他患上了反应性依恋障碍。这种病通常是由于孩子在刚出生的头2年没有得到良好的照顾和引导导致的。孩子生命的头2年对于培养依恋感和良知至关重要。通常以下情况会导致孩子有严重的依恋问题：一、环境转变，一个孩子从一个家换到另一个家没有任何的稳定性；二、基本需求，孩子的饥饿或卫生需求被忽视几个小时；三、情感需求，父母或照顾者在照顾孩子的时候给予的情感不一致；四、安全感，孩子被单独留下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完全不被触碰。贝斯和他的弟弟在生命的头2年经历了严重的创伤。1岁时，他的生母去世，他和他的弟弟由生父照顾，生父忽视了孩子们的情感需求，只给他们留下很少的食物，而且他还经常对贝斯进行身体虐待和性虐待。这一系列的操作直接导致贝斯患病。肯博士认为，为了家庭的幸福，贝斯需要暂时和他们分开。1989年4月，养父母将他带到了一个专门照顾早期依恋障碍的家庭。他在受控的环境中接受了几个月的治疗，并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他开始形成是非观，对爱有所回应。之后，他开始在公立学校上学，在当地的教堂交了朋友，甚至还参加了合唱团。She sleeps in the same room with my own daughter, and I trust her that much. She brushes the dogs, and I trust her that much. 大约在1年后，贝斯停止了自残，他开始为以前对弟弟的行为感到悔恨。虽然他已经康复，但是他一生都会受到监测，以确保他的病不再复发。后来他被第2任养母南希收养。2005年，贝斯成为了一名护士，他在医院的新生儿 ICU 科室工作。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作家的身份。他和养母南希一起创作了2本书，这些书讲述了他与反应性依恋障碍的斗争以及如何克服它。贝斯是不幸的，同时他也是幸运的。只希望所有的父母都能善待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们用一生去治愈童年。